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点啥哈？我呢做抖音短视频已经有1年了，在1年之中呢，其实我也成长了很多很多，也涨了非常多的粉丝，也感谢这些粉丝对我的支持。我想说呢，就是我前几天发的那个，就是有人骂我，然后我就发了个视频怼了一下。当然，支持我的朋友是大多数的，大多数的人都支持我，让我不要跟这种网络喷子，就是没有素质的人去计较。说实话，也没什么好计较的，因为自从我做了抖音以来，做了短视频，做了自媒体这么久，那被骂的次数简直是数都数不清了。为什么我会被骂呢？一呢，是因为我说我在这边生活的挺好，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安全，这就触犯了一些人的底线，认为我在替美国做宣传。我有必要替美国做宣传吗？我其实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我觉得我过好自己的日子，平平安安的就可以了，对吧？我没有必要说非得去给谁宣传这了宣传那，我真没必要。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宣传，我就是在这边生活，从零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么久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在这边生活的人而已。我还想说，就是你不管在哪里，再安全的地方都有不安全的事儿发生，肯定有些不安全的事儿。咱们什么叫新闻？新闻呢，就是不常发生的事儿，那才叫新闻。否则的话，那叫新闻吗？那就不叫新闻，对吧？我们今天报道一下谁家吃了这个饭，谁家吃了那个饭，谁愿意看吗？没人愿意看。现在呢，我再说一下这个网络喷子吧。我发那个短视频的意思，我也就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看看大家的评论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呢，还是有人继续在那骂我，说你在美国你就应该被骂。那我现在就说，我想打一个比方，假如说你当初你们两个亲家好的时候，你把你的女儿嫁给了对方，当你们两个亲家搞翻了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让你的女儿跟对方的儿子离婚吗？如果他们两个很恩爱，非常的恩爱，你也要让他离婚吗？那你肯定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家长，对不对？你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家长，你这个父母肯定是一个不成功的父母，这是肯定的，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的人就说你带货你就不对，带货怎么了？哎呀，好像现在在美国的人赚点钱，什么华人再做点直播，再带点钱，有的人就在下面骂的呀，什么你替这宣传了，替那宣传了你什么什么的。那我现在想跟大家说一下，在这边的70%-80%吧，可以说70%-80%的小商品，或者一些不要说不仅是小商品，包括家具一些大的东西，包括在亚马逊上很多很多的产品，全都是中国制造。美国的老百姓他们也不管这些，他们照样在消费，他们也没有抵制。说不好听点儿，如果真的他要抵制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失业的。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就过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关心国家大事，但是你管得了吗？你管不了，你该生活你还得生活，你矛头指向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呀？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我也不是说我要去跟谁计较或者怎么样，其实当时发了一通火，发完火以后一笑而过，没有什么，对吧？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我为什么会在网络上跟大家聊这些呢？我就是想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咱们共同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当初来这边生活的时候，这都是友好国家嘛，对吧？都很好啊。还有一个，有的人经常问我，你是不是嫁给美国人？你是不是嫁过去的？我也不是嫁过来的，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啥？婚姻自主，人家嫁给美国人又怎么了？那是人家的自由，只要人家恩爱，人家愿意生活在一起，那也是人家的自由。人活着为了啥？就为了自由，就为了开心啊！不能因为人家是嫁给美国人，你就要骂人家或者怎么样，都是没有道理的啊！所以这种人，你就说你有这种言论的人，你有待于提高自己的自身素质。今天给你话说过来，今天给你像这一类的人哈，就是那种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这一类人。为什么呢？你今天如果给他一个机会，你告诉他某某某地方可以让他生活的更好，让他赚到更多的，我看他跑得比兔子都快，对吧？不要因为自己达不到那一步就去恨别人，你恨有什么用嘛？你恨有什么意义呀？你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不对？老百姓过好自己的生活，别动不动的就是骂这个骂那个的，对不对？见不得别人好。哎，我发了一个视频，我在那个中国园林的这个公园里啊，有着中国园林的公园里，也有一个人在那个什么骂我说你嘚瑟啥呀？我都觉得很可笑。咱们现在自媒体包括抖音，对吧？它宣传的就是记录美好生活。我记录一下我开心的时候，我记录一下自己的美好生活。过了若干年，我再看我自己的视频，这真的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啊！现在自媒体这么好，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每个人都有拿个手机拍个照，那是再自然而然不过的事儿了。哎呀，这也要有人骂。你说这人，你说啊，怎么一天天就这样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社会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哈。有些人就是见人就见不得人好啊。其实我们真的是很普通的生活，没有好像怎么样的。很多的人也给我留言，你先给我说你的钱从哪来的？总有人质疑哈。我说你千万不要认为在海外的华人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你问这件事儿的时候，你扪心想一想，你是丢谁的人呀？对不对？你这个话，你是在丢谁？你在侮辱谁呀？你侮辱我们的祖国，你认为啊，这些人全是卷了钱来的，那钱就那么好卷呀？是不是？没有水平问这种话的人真没水平。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在海外的华人也特别的多，老百姓之间不要拉什么仇恨，毕竟都是血浓于水。虽然有的人加入了美国籍，但他也不是说他就是叛徒或者怎么样。有些人家加入美国籍是为了把父母申请过来，把兄弟姐妹申请过来，申请父母过来团聚，他各有各的道理，对吧？不要动不动就是很多人根本压根就不懂，压根就什么都不懂啊！他认为你只要一搬到美国，你就给美国宣誓了，你没有一点起码的常识，你不要问这些。美国也不是来一个人他就让你给他宣誓，不是这么回事儿哈，对吧？你不加入美国籍，他不会让你宣誓的，只是拿个绿卡在这里生活，来去自由，他不会让你宣誓的。所以不懂的人就认为只要你在美国你就宣誓了，只要你在美国你就是美国人了，怎么的啊？说这些很无聊的事情，没有什么意义哈。也有人呢动不动就说你不孝顺，你抛弃了自己的父母，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在海外的华人都抛弃了自己的父母呢？那我家的孩子呢，也不在我身边工作呀，难道我就能说我儿子不孝顺吗？我能这么说吗？我不可能这么认为的。只要孩子的工作好，孩子生活的好，我就很开心，我就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我就不给他添麻烦。我这样子，我觉得我才是一个好的妈妈，而不是天天要拖着他，天天要燃着他，跟着他。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难道你家孩子结婚了，你就非得跟孩子住在一起？那你能不能自立一点呀？啊，非得跟着父母、跟着孩子生活在一起，搅乱孩子的生活，有意义吗？是不是？所以说，不要道德绑架别人的生活，别人自己过得好就行了，你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动不动就是绑架别人，道德绑架别人啊，说别人这了那了的。像这一类的人，我估计可能你自己的生活也不怎么地，对吧？动不动就是什么不忠不孝了，哎呀，一顶帽子给你扣过来啊！我有时候觉得真的非常的可笑哈，非常的可笑哈，真的，我觉得人类社会应该在进步。作为父母，我愿意我的孩子找到他喜欢的工作，找到他喜欢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骄傲。只要我的孩子成功的工作，好好的工作哈，过好他自己的日子，我就很开心，而不是说天天的嫌孩子这了那了，嫌孩子不在跟前了，这么啊。作为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呀，她觉得我找到了我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她也很开心呀，是不是？所以请不要道德绑架别人啊！不要认为在海外的华人都是不孝顺的，难道在国内的人都孝顺吗？难道你在你父母跟前，你就是最孝顺的吗？那不一定吧。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就是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啊，咱们可以互相的这个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啊，不要动不动就道德绑架别人，对吧？我们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幸福生活的自由，不要去干涉别人的生活自由啊。直播带货，还有经济，什么叫经济？懂不懂？经济流通起来，这才叫经济。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啊，这个社会才可以进步。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地球人的世界啊，希望全世界的人团结起来。当然了，人跟人之间肯定会产生矛盾的，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是应该希望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还有呢，有的人说我，你怎么总是发一些美好生活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发流浪汉的东西？流浪汉的东西，无家可归的东西，我也发了。但我觉得我做自媒体，我应该来宣传这个社会的真善美，而不是天天的要发那些东西。如果我天天的都发那个东西，发那个无家可归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很无聊。我们偶尔的曝光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美国的社会有它阴暗的一面，有它好的一面。我们不要天天的，有某些做自媒体的人，有个人就天天的把那个人转发给我说，你看他发，就有某个做自媒体的人，他的整个天天就是发那些东西，我觉得好没有意义呀，这有什么意义呀？对不对？如果说是如果说不好听点，如果说全美国的人都生活成那个样子了，请问你在这儿待着干嘛呀？你为什么不回去呀？有脑子的人你自己想一想，有脑子的人你自己想一想，他为什么不回去呢？他为什么要曝光这些东西？天天曝光，曝光1次2次可以，天天去曝光，为什么呀？这还用问吗？这不就是引流吗？因为某些人喜欢看呀，对吧？那就是你的心灵上，你能不能见得别人好呀？你为什么见不得别人好呢？我是希望
我们要宣传真善美，而不是天天的宣传社会丑恶的一面。今天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聊这么多哈，所以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我们继续探讨啊，谢谢大家。